你有没有想过，当家中长辈的身体开始发出某些讯号时，那其实是大自然在用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方式告诉你，时间不多了。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觉得父母永远会坐在客厅那张老沙发上等我们回家，觉得下个月再带他们去做检查也来得及，觉得过年再回去看看也不迟。可现实却是，人体这台运转了几十年的精密机器，在即将停摆之前，会发出一连串你绝对不该忽视的警报。而这些警报不是忽然某天才出现的，有些甚至在1年前就已经悄悄响起，只是我们总是选择性的忽略了它们。更令人震撼的是，如果把全世界的统计数字摊开来看，1万个人里面到底有多少人能够活过80岁？答案可能会让你重新审视自己对长寿这件事的所有幻想。所以今天这支影片，我们不煽情，不贩卖焦虑，而是用科学和真实案例，一口气把这些生死之间的秘密全部讲清楚。如果你家里有上了年纪的长辈，又或者你自己也开始在意健康，那么接下来的每一个字都值得你认真听完。1万人里有多少人能活过80岁？真相可能颠覆你的认知。我们先从一个最直观的数字开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各国人口统计机构的综合资料，全球平均寿命大约在73岁左右，但这只是平均值，不同国家的差异极大。像日本，女性平均寿命已经逼近88岁，是目前世界上最长寿的族群之一。而在某些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平均寿命可能才50出头。同一个地球，同一个物种，寿命差距竟然可以大到将近40年，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情。那么具体到1万人里有多少人能活过80岁这个问题呢？如果我们以全球整体数据来估算，大约每1万人中有3000到4000人左右能够跨过80岁这道门槛。听起来好像还不错，对吧？差不多1/3的几率。但别急，这个数字是被已开发国家大幅拉高的结果。在医疗资源丰富的国家，比如日本、瑞典、澳洲、新加坡，1万人里可能有5000到6000人能活过80岁。而在医疗条件较差的地区，这个数字可能暴跌到不足1000人。也就是说，同样是1万个人，生在东京和生在某些战乱地区，你活过80岁的几率可以相差5到6倍。更有趣的是，如果你把时间倒回100年前，1920年代的全球平均寿命才30多岁，1万人里面能活过80岁的可能连200人都不到。那个年代，一场流感，一次难产，一个小小的伤口感染，甚至一颗坏掉的牙齿引发的败血症，都足以夺走一条生命。所以我们现在能站在这里讨论怎么活过80岁这个话题，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抗生素的发明、疫苗的普及、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营养科学的发展，这些你习以为常的东西，每一样都在背后默默地帮你续命。但进步不代表你可以掉以轻心，因为即便在最先进的国家，80岁以后，人体的衰退速度也会以指数级加快。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现象，在75岁到85岁这个区间，人体会经历一个所谓的加速老化期。这段时间里，细胞修复能力急剧下降，端粒加速缩短，免疫系统开始全面溃退，各个器官就像被按下了快转键。而这个加速老化期的起点，往往伴随着一系列非常具体的身体讯号。如果你能提前认识这些讯号，不仅可能帮助家中长辈争取更多宝贵的时间，甚至可能彻底改变他们晚年的生活品质。2. 长者1年内可能出现的10项重大警讯。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最核心的部分。医学研究者们经过数十年的临床观察和大规模追踪研究，归纳出了长者在生命最后1年左右可能出现的10个重大警讯。注意，这里说的不是明天就会走的那种急性征兆，而是一种缓慢的、持续的，像潮水退去一样的生命力流失。很多时候家属身在其中，每天都在看，反而看不出变化，直到某一天忽然回头对比半年前的照片，才惊觉怎么变得这么多。第一个警讯，莫名的体重下降。
如果一位长辈在没有刻意节食或增加运动的情况下，半年内体重下降了原本体重的 10% 以上，这绝对不是什么老了自然就瘦了那么简单。医学上这叫做恶病子的前兆，身体正在加速消耗自己的肌肉和脂肪储备，往往暗示着某种严重的系统性衰退，可能是深藏在某个器官里的肿瘤在偷偷抢夺养分，也可能是全身性的代谢系统正在崩溃。很多家属会说，我妈就是最近吃不下东西嘛，但当你仔细回想，会发现体重下降其实在食欲明显减退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身体比我们的意识更早知道答案。第二个警讯，持续性的深层疲劳，不是那种睡一觉就能恢复的累，也不是忙了一天之后的正常倦怠，而是那种一整天什么都没做，只是从床走到客厅就感觉整个人被掏空了的深层疲倦。长辈可能会反复说，我没力气了，我走不动了，让我歇一歇。你以为是缺乏运动不全对，当人体的线粒体功能开始大面积衰退，细胞产生能量的效率会急剧下降。线粒体就是每一个细胞里面的微型发电厂，当这些发电厂一个接一个熄火，你的身体就像一座城市大面积停电一样，再怎么休息也充不满电。这种疲劳往往是全身性器官功能集体滑坡的外在表现。第三个警讯，睡眠模式剧烈改变。有的长辈忽然变得异常嗜睡，一天能睡10几个小时，家人叫都叫不太醒，醒了没多久又昏昏沉沉的睡过去。有的则完全相反，整夜辗转难眠，凌晨3、4点就醒来，然后再也睡不着，眼睁睁的躺到天亮。这两种看似相反的极端表现背后，指向的是同一个问题：大脑的睡眠调节中枢正在失控。我们的睡眠周期是由下丘脑、松果体、视交叉上核以及一系列神经递质精密协调的结果。褪黑激素、腺苷、血清素、GABA，每一种物质都在扮演自己的角色。当这套极其精密的系统开始松动，就像一座瑞士钟表的齿轮开始磨损错位，时间会变得混乱，白天和黑夜的界限逐渐模糊。长辈可能分不清现在是早上还是晚上。第四个警讯，社交退缩与情感淡漠。曾经喜欢串门子、爱打麻将，每天都要出去公园走2圈的老人家，忽然变得不想出门，不想说话，不想见人，甚至连儿孙来了也提不起精神。你可能以为是心情不好，或者所谓的老年忧郁，但最新的神经科学研究显示，这种社交退缩往往与大脑前额叶皮质的功能衰退直接相关。前额叶是人脑最晚发育成熟的区域，也是最先开始退化的区域。它控制着我们的社交动机、情感表达、同理心和对未来的规划能力。当前额叶开始萎缩，人会本能的向内收缩，就像一棵树在枯萎前会先收回最外层枝叶的养分，人也会先放弃最消耗能量的社交行为。第5个警讯，反复跌倒。很多人觉得老人家跌倒就是因为骨质疏松，或者地板太滑，或者鞋子不合脚，这些当然都可能是原因。但如果一位长辈在半年内无缘无故跌倒了2次以上，你必须高度警觉。反复跌倒的背后可能藏着小脑退化导致的平衡失调、前庭系统功能紊乱、下肢肌力急速流失，甚至是无声无息的隐性脑梗塞。这些问题每一个都不是靠走路小心点就能解决的。美国老年医学会的大规模统计数据指出，对于75岁以上的长者，一次髋关节骨折后1年内的死亡率高达 20% 到 30%。 你没有听错，将近1/3。跌倒从来不只是意外，它是身体在大声呼救。第6个警讯，吞咽困难。你有没有注意到，家里的老人家吃饭时开始频繁呛咳，喝水的时候会被呛到咳个不停，甚至有时候吃一颗药都得分好几次才能勉强吞下去。吞咽这个动作看似简单，实际上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神经肌肉协调过程，涉及到将近50条不同的肌肉和5对脑神经的精密配合，从嘴唇的闭合、舌头的推送、软腭的抬升、会咽的翻盖到食道的蠕动，每一步都不能出错。当这个系统开始退化，
不仅意味着营养摄取会大打折扣，长辈会越吃越少，越来越瘦，更恐怖的是，吸入性肺炎的风险会成倍增加。食物或液体一旦跑错路进了气管，细菌就会在肺部疯狂繁殖，而吸入性肺炎正是每年带走无数长者的那根最后的稻草。第7个警讯，皮肤和指甲的异常变化。长辈的皮肤变得越来越薄，像一张半透明的纸一样，轻轻碰一下就出现大片淤青。指甲变得脆弱不堪，容易断裂，出现奇怪的凹凸纹路，或者颜色变成暗黄甚至发灰。这不是单纯的皮肤老化或者缺钙那么简单，而是末梢循环系统正在全面崩盘的信号。当心脏的泵血能力持续下降，身体会本能的优先把有限的血液供应给大脑和核心器官，最先被牺牲的就是离心脏最远的组织，手指间、脚趾间的皮肤和指甲。它们就像一座城市最边缘的偏远郊区，一旦中央的水库蓄水量不够，最先被拉闸限水的一定是这些末端地带。第8个警讯，认知功能的突然恶化。注意，这里说的不是那种老人家慢慢忘东忘西的正常退化过程，而是一种忽如其来的急性变化。某天早上，长辈忽然认不出自己的孩子了，或者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又或者开始说出一些完全不合逻辑的话，比如坚持说去世多年的老伴刚刚还在房间里跟他说话。这种急性认知恶化在医学上叫做谵妄，它可能由感染、严重脱水、电解质失衡、药物副作用等多种原因引起。但对于高龄长者而言，谵妄往往不是单一问题的表现，而是身体多个系统同时告急的总爆发。就像一台用了很多年的老旧电脑，硬碟快坏了，记忆体严重不足， CPU 过热当机，最终呈现在萤幕上的就是一片混乱的乱码画面。第9个警讯，排尿习惯的剧烈改变。白天频繁跑厕所，夜里要起来3、4次甚至更多，有时候刚有尿意还没走到厕所就已经来不及了。很多人以为这只是老了，膀胱不行了，不值得大惊小怪，但事实上，排尿功能的全面失调往往反映的是一个远比膀胱更深层的问题，自主神经系统的崩溃。我们的排尿控制需要大脑皮质发出指令，脊髓排尿中枢接收执行，再加上周边神经精确传导，三方完美协调才能顺利完成。当其中任何一环出了问题，排尿就会失控。而自主神经系统的衰退通常不会只单独表现在膀胱上面，它往往同时连带影响心跳的调节、血压的稳定和肠胃的正常蠕动。所以当你发现长辈开始频繁尿失禁的时候，千万不要只当成是老了不方便，要想到背后可能是一整套自律神经系统正在退场。第10个警讯，呼吸模式的改变。长辈开始出现不规则呼吸，有时候深吸一口气，有时候又浅的几乎听不到，中间甚至会有短暂的呼吸暂停，停个几秒又忽然深吸一口气，又或者在平躺时感觉呼吸困难，胸口发闷，必须垫3个枕头，把上半身抬高，甚至坐着才能勉强入睡。这些变化可能暗示着心脏功能的衰竭正在加剧，心脏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把血液有效地泵出去了，回流的血液开始在肺部淤积，所以一躺平就觉得喘。呼吸是生命最基本的节奏，当这个节奏开始紊乱，就像一首歌的鼓点开始乱套，节拍忽快忽慢，整首曲子离结束也就不远了。3. 父母临终前的5种身体反应。如果说前面那10个警讯是1年前开始倒数的预警系统，那么接下来要讲的这5种身体反应，则是更为贴近最后时刻的信号。这些反应可能出现在生命的最后几周到几天之内，有些甚至是最后几个小时。了解它们不是为了让你提前恐惧，恰恰相反，而是为了让你在那个无可避免的时刻到来时，不至于手足无措，不至于被恐惧吞没，能够真正冷静而温暖地陪伴在亲人身边，让他们走得安心。第一种反应，回光返照，这是中国人最耳熟能详的一个临终现象，但它绝对不是迷信，也不是民间传说在夸大其词。现代医学确实观察到，
有一部分病人在临终前会忽然出现精神好转、食欲恢复，原本已经好几天不吃不喝的长辈忽然说想吃一碗白饭，甚至能坐起来跟家人有说有笑的聊天，家属往往欣喜若狂，以为是好转的迹象。但很多资深的医护人员看到这一幕，心里反而会一沉。有研究者认为，这是身体在最后时刻大量释放肾上腺素、皮质醇和内啡肽等激素的结果，就像一台即将熄火的引擎，油箱见底了，控制系统反而拼命把最后一滴油全部喷出来，发动机猛地轰鸣一声，然后彻底沉寂。也有科学家从神经学角度推测，这可能是大脑在感知到终点将至时，启动了某种类似临终放电的机制，将残存的能量集中释放。不管机制是什么，如果你的家人忽然在长期卧病后精神奕奕地说想吃红烧肉、想看孙子，请你千万珍惜那一刻，不要转身去忙别的事情，因为那很可能是最后的温暖时光。第二种反应，四肢末端变凉和皮肤出现花斑纹路。当心脏的泵血功能进入最后倒数阶段，身体会自动启动一套非常残酷但又极其聪明的暂时配给制度。所有的血液开始优先供应大脑和心脏这两个绝对核心的器官，四肢末端最先被放弃，所以你会发现长辈的手指和脚趾开始变得冰冷，即便盖了厚棉被也暖不过来。皮肤的颜色会从正常肤色逐渐变成苍白，然后可能在膝盖、小腿或者手臂上出现紫红色或蓝紫色的不规则花斑纹路。这些花斑就像干旱时大地龟裂的纹路一样，是血液已经不再流经这些末梢区域的视觉证据。看到这些花斑的时候，请不要害怕，它们只是身体在做最后的资源调配，把所有还能用的能量集中到最重要的地方。第三种反应，呼吸出现潮式变化。临终前最具医学标志性的呼吸模式叫做潮式呼吸，也叫沉思式呼吸。它的命名来自两位19世纪的医生。具体表现是这样的，呼吸先是很浅很弱，然后逐渐加深加快，到达一个高峰后又慢慢变浅变弱，最后完全停止，出现一段10秒到30秒甚至更久的呼吸暂停期，然后又重新开始新一轮由浅到深的循环，就像海浪一样，一波接一波，但每一波之间的间隔越来越让人揪心。这种呼吸模式的出现，意味着脑干的呼吸中枢正在逐步失去对呼吸节奏的控制能力。脑干是人体最古老、最核心，也是最后才会停止工作的部分。当它都开始失控了，就像一座摩天大楼的地基开始下沉，整栋建筑的倾倒只是时间问题。家属在病床边听到这种忽快忽慢、时有时无的呼吸声，往往会陷入极度焦虑，在每一次呼吸暂停时都屏住自己的呼吸，等着下一口气到底还会不会来。但请你记住一件事，此时的病人通常已经没有任何痛苦的意识了，他们感受不到窒息，也感受不到恐惧，痛苦的只有守在旁边的你。第四种反应，意识逐渐模糊，但听觉很可能最后才消失。很多家属会发现，长辈在临终前的日子里会逐渐陷入半昏迷甚至完全昏迷的状态，怎么叫都叫不醒，眼睛可能半睁半闭，瞳孔对光的反射也越来越弱。但这里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发现，也是我最希望每一位观众都能记住的一点，听觉很可能是人类最后丧失的感官功能。2020年发表在科学报告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对临终病人的大脑活动进行了即时监测，结果发现，即使在病人已经完全失去意识，连脑电图都趋于平坦的情况下，他们的听觉皮层仍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活动反应。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即便你的亲人看起来已经完全没有反应了，他们仍然有可能听到你在说什么。所以在那个时刻，请你不要在病床边讨论后事或者争论遗产，请你握着他们的手，凑近他们的耳朵，说你一直想说却不好意思说的那些话。谢谢你，我爱你，你辛苦了，我们都很好，你可以安心。那些话他们也许真的听得到。第五种反应，出现异常的躁动或者异常的平静。有些长辈在临终前的最后几天或几个小时会变得异常躁动不安，反复用手摸索被子
抓扯衣物，想要拔掉身上的管线，尝试翻身，甚至试图下床，嘴里可能喃喃自语，说一些家属听不懂的话，或者叫着某个已经去世的人的名字。这在医学上被称为终末期躁动，原因可能是大脑严重缺氧，体内代谢废物堆积无法排出，也可能是某些我们还无法完全理解的神经放电现象。遇到这种情况，家属千万不要强行按住长辈或者大声呵斥，应该尽量保持房间安静，光线柔和，轻轻握住长辈的手，用最温柔的声音重复告诉他们，没事的，我在这里，你很安全。而另外一些长辈的临终则完全相反，会在最后时刻进入一种异常安详的状态，面容舒展放松，呼吸越来越轻，越来越慢，就像一个人在漫长的一天结束后，终于躺进了最舒服的被窝里，安安静静地睡了过去。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都是生命在谢幕时的自然过程，没有所谓的好走或不好走，每一种告别都有它自己的尊严。是为什么了解这些至关重要？讲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些内容太沉重了，听得人心里堵得慌。可我要告诉你一个更值得重视的事实。根据2019年一项针对2000多名丧亲家属的大型调查研究，超过 70%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亲人临终前发生的身体变化完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他们在看到亲人出现潮式呼吸时吓得六神无主，在看到四肢花斑时以为是医疗事故，在经历回光返照后又满怀希望的以为病情好转了，然后在几个小时后遭受了更加残酷的打击。其中将近半数的人在事后出现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反应，包括长期失眠、持续的自责和难以走出的悲伤障碍。而那些提前学习过临终知识的家属呢，他们的心理创伤程度平均低了 40% 以上。换句话说，了解死亡从来都不是为了提前悲伤，而是为了在那一刻真正到来时，你能够更从容、更清醒、更有力量地陪伴你这辈子最爱的人走完最后一段路。你不会因为不懂潮式呼吸而在凌晨3点惊慌失措地反复拨打急救电话，你不会因为看到花斑就崩溃大哭，以为是自己照顾不周害了亲人。你会知道，这些都是生命的自然进程，就像日出之后一定会有日落，潮涨之后一定会有潮退。而你能做的最重要也是唯一不会后悔的事情，就是在最后那段时间里不离开。5. 那些跨过80岁的人都做对了什么？既然聊了这么多关于衰老和死亡的慎重话题，那最后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相反的方向，那些成功跨过80岁门槛，甚至活到90岁、100岁的人，他们身上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质？科学家们研究了全世界多个长寿村和蓝色宝地之后，还真的找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共同规律。第一，几乎所有长寿者都保持着某种形式的持续社交，不一定是参加多盛大的宴会，可能只是每天跟邻居在巷口聊10分钟天气，每周固定和老朋友通一次电话唠唠家常，或者在社区活动中心下下棋打打太极。哈佛大学那项从1938年就开始持续了超过85年的成人发展研究，至今仍是人类历史上历时最长的纵向追踪研究。几代研究者前仆后继跟踪了数百位受试者的一生，从青年到老年到死亡，最终得出的核心结论只有一句话：决定一个人能否健康又长寿的最重要因素，不是财富，不是名声，不是社会地位，不是胆固醇指数，而是人际关系的品质和深度。研究甚至发现，长期孤独对身体的伤害程度等同于每天抽15根香烟。第二，长寿者几乎都保有某种明确的生活目的感。日本人有个概念叫 Ikigai， 翻成中文大概就是每天早上让你甘愿从被窝爬出来的那个理由。它可以是照顾门前的那片小花园，可以是教孙子写毛笔字，可以是每天早上去市场买菜跟摊贩老板娘斗嘴，也可以是坚持了30年的晨间日记。在冲绳这个全球知名的长寿之乡，几乎每一位接受采访的100岁人类都能清楚地告诉你他们的 Ikigai 是什么。而流行病学的研究数据也支持这一点，拥有明确生活目的感的老年人
其全因死亡风险比缺乏目的感的人低了大约 15% 到 20%， 活着有盼头，身体就会配合你多撑一阵子。第三，肠道菌群的多样性，这是近10年来长寿研究领域最令人兴奋的突破方向之一。科学家们比较了100岁人类和普通老年人的肠道微生物组成，发现那些超级长寿者的肠道里微生物种类明显更加丰富多元，尤其是一些能够产生短链脂肪酸的特定菌种，在100岁人类的肠道中含量特别高。短链脂肪酸的作用是什么？它能有效降低全身性的慢性低度发炎反应，而慢性发炎正是目前国际科学界公认的衰老核心驱动机制之一，有个专有名词叫发炎衰老。所以你每天吃进去的东西不仅仅是在为你自己这个人，更是在为你肠子里那几十兆个微生物小住客。喂对了，他们替你抗发炎、强免疫、延寿命；喂错了，他们就反过来推你加速衰老。第四，心理韧性。长寿的人往往不是这辈子一帆风顺没吃过苦的人，恰恰相反，很多100岁人类经历过战争、饥荒、丧偶、丧子、破产等巨大的人生打击，但他们有一个惊人的共通点，跌倒了会站起来。这种能力在心理学上叫做韧性，它不仅仅存在于心理层面，甚至会直接影响到你的细胞。多项研究发现，心理韧性强、能有效管理压力的人，其染色体末端的端粒缩短速度明显慢于长期处于焦虑和绝望中的人。端粒就像鞋带头上那个小塑胶套，每次细胞分裂它就短一截，短到不能再短，细胞就死亡或者停工。所以从某个非常真实的角度来说，你的心态真的能在细胞层面直接影响你的寿命长短。回到我们今天最开始的问题，1万人里有多少人能活过80岁？这个数字也许冰冷，但数字背后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家庭，一段段有笑有泪的真实人生。我们无法阻止衰老的到来，正如我们无法阻止太阳西沉，但我们可以选择用更科学的方式去理解衰老，用更温暖的态度去面对告别。当你的父母开始莫名消瘦的时候，不要只是说一句多吃点就转身滑手机。当他们反复跌倒的时候，不要只是说一句走路小心就以为尽了责任。当他们忽然不想出门、不想见人的时候，不要只是说一句别想太多就把门关上。那些看似微小的变化，每一个都可能是身体在用它最后的力气向你发出的求救信号。而你要做的不是假装看不见，是蹲下来看进他们的眼睛，认真的问一句你还好吗？至于那些更为临近的临终征兆，回光返照也好，四肢花斑也好，呼吸的潮起潮落也好，每一种都不应该让你觉得恐惧。它们只是生命在谢幕前的最后演出，是这台机器在关闭每一个系统前发出的最后通知。而你作为观众席上最重要的那个人，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不要中途离席，握紧他们的手，凑近他们的耳朵，轻轻地说一声我在这里，你不孤单。因为科学告诉我们，听觉很可能是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先拥有，也是离开这个世界时最后失去的感知。你的声音也许就是他们在这趟漫长旅途的终点站所听到的最后一份礼物。所以请把这支影片转发给你在意的每一个人，不是为了吓唬任何人，而是因为了解本身就是一种深沉的爱，而爱这件事从来都不嫌太早，也永远不会太迟。